你不是我们林家的亲生女儿，我们是为了和陆家联姻，你呢是从那孤儿院领养回来的。现在我们林家的亲生女儿林书瑶已经回来了，你现在可以跟陆晨离婚，离开我们林家了。这卡里有1000万，作为这3年的联姻补偿。当我拼了命想逃离原生家庭却逃不掉的时候，我的父母，哦不对，叔叔阿姨竟然告诉我可以拿着钱滚了。可是我真的很爱陆晨。笑话，陆家是京师第1豪门，全国的名媛千金哪个不想嫁？当年要不是舒瑶的爷爷救下陆老爷子，这门亲事也轮不到我们林家。可惜舒瑶才刚出生就被仇家抱走，我们这才去孤儿院收养了你这个野种。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要是胆敢霸占舒瑶陆太太的位置，我有的是手段和力气收拾你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对陆晨一往情深，得加钱。1个月以后和陆晨离婚，离婚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得罪陆家，我再给你加1000万。为什么不是现在给啊？只要钱到位，我可以把民政局搬来跟他当场离婚。舒瑶才刚回来，我打算用1个月的时间好好教教他规矩，免得像你这个废物一样，结婚3年都得不到陆家这么大的宠爱。好，我一定会按时离婚。小妹妹，要不这真千金你也别当了，搞点钱，咱俩一块跑呗啊！哎呀，舒瑶，舒瑶，姐姐，我知道我自己回来抢了你陆太太的位置，你怨恨我，可是你也不能推我呀。林家和陆家都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好言难劝想死的鬼。舒瑶，你没事吧？来人呐，给我好好的教训这个野种！我现在还是陆家太太，要是带着一身伤回去，陆家一定会向你问责的。你，哼，滚！这23年来，我从来没有一刻像今天这样快乐。从小被林家规训成一个精致的玩偶，这是陆家少爷最喜欢的曲子，今天必须练会。嫁给陆晨后，我尽职尽责做好陆太太的本分，可他对我除了每周3次的例行公事之外，毫无教育。我以为父母是爱我，可他们只是把我当成联姻工具。我以为我会有一个爱我的丈夫，可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摆设。不过没关系，我马上就自由了。1个月后，什么金氏名媛，什么陆家太太，这些束缚我的标签，统统见鬼吃吧！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先生今天出差回来，私人飞机从港城起飞，到家还有3个小时呢。您现在去炖先生最爱喝的汤，时间刚刚好。
肚子饿了，现在就让厨房给我准备晚饭吧。那我先让厨房给您准备一碗杏仁羹，您先垫垫肚子，然后等先生回来一起吃晚饭。有肉吗？我要吃肉。太太，您不是为了保持身材，晚上从来不吃肉吗？反正都要离婚了，我凭什么为了等他饿着我自己啊？还要花3个小时给他炖汤，惯他。太太说什么呢？离婚？先生不是太太的天吗？还不去做？王妈，先生，你回来了，晚饭我也备好了。太太呢？太太她喝醉了。喝酒？是，太太从娘家回来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晚饭吃了3只龙虾，2份牛排，还有1只帝王蟹，还把你的酒窖给撬开了。林武，你到底喝了多少酒？所有人都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吗？谁欺负你了？大叔，你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坐吗？我去叫医生给你醒酒。哎呀，都要离婚了，怎么还跟他睡？真是个大黄丫头。这身材，这颜值，反正现在还是夫妻，睡了也不亏。不过这些是我干的吗？从人情世故的角度来讲，是不是应该道个歉啊？那个，下楼吃饭。下楼吃早餐，你高冷给谁看啊你？太太可从来没有让先生打过呀。先生，您上午还要参加山河国际的讨论会，要不您先吃吧。他今天怎么跟往常不一样？太太平时端庄大方，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打扮啊？走。我是买个靠海的别墅好呢，还是在山里盖个树屋呢？这太太平时吃饭的时候都是忙前忙后给先生夹菜，今天怎么了？海边会不会太潮湿啊？天天吃海鲜我吃得惯吗？山里会不会有狼啊？谢谢啊。昨天晚上为什么喝酒？谁欺负你了？舒瑶才刚回来，
我打算用1个月的时间好好教教他规矩，免得像你这个废物一样，结婚3年都得不到陆家的宠爱。如果说因为要脱离原生家庭和婚姻牢笼了，是不是不太符合人情世故啊？谁敢欺负我呀？是那美容师跟我说，睡觉前喝点红酒对皮肤好。我吩咐人给你准备一些低度数的女士酒，少喝一点，对身体不好。还有，今天晚上我要出席一次典礼，不回来吃饭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怎么感觉他有点不高兴啊？我昨天喝的那个酒是不是很贵啊？不贵，100多万。那让你不和我计较吧。从你的零花钱里扣。小气巴拉的。这张卡是他婚后给我的，我还一次都没用。这3年我也是一个合格的陆太太吧？凭什么不用啊？姐姐带你消费去。太太每天都会送先生上车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去查一下，林雾昨天回家之后，林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哎，终于过上父母不用管，老公懒得管的幸福日子了。大明星唐雪曼亲自来我们店试穿礼服，好激动啊！唐小姐，你一定是今晚的明星吧？这是有多漂亮！我的冰淇淋，我的裙子！天哪，雪曼小姐，这可是品牌界的高定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这种布料是不能洗的。喂，你眼睛瞎呀？走路不会看着点儿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穷酸样。明明是你们几个堵着路，还把我给撞了，还倒打一耙上了。小妹妹，你不会是我的粉丝，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吧？最讨厌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粉丝了。现在我的裙子毁了，如果影响了我的颁奖典礼，知道你要承担什么后果吗？不是大姐，你哪来的那么多自信啊？我根本不看内娱的好吗？不过你这裙子要影响你颁奖典礼，我家里有一条一模一样的，我看身材差不多，你应该没问题。我去取一下，你们等一下啊。站住！毁了这么贵的裙子就想跑？就是想跑也不找个好点的借口。你可看清楚了，这可是我们陆氏集团旗下的新款，你有还不是拼夕夕9块9包邮的吧？没那么贵吧？不是，你真脑抽了？对你这种人心软，懒得管你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今天不给我们唐小姐跪下道歉，就别想离开。林雾，我们唐小姐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，快点下跪。裙子脏了下跪就能解决吗？这唐雪曼不会是演短剧的吧？太太怎么穿得跟个大学生似的？不过离这么远，先生都能一眼看到太太，看来先生对太太也不像外界传的那样稳当啊。完蛋了，我给他丢人了！维持了3年的好太太人设崩溃了。啊，你躲什么躲呀？陆总好。陆总，你是来看我试衣服的吗？我听说今天晚上给我颁奖的嘉宾是您，我都开心死了。怎么了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粉丝，把冰淇淋蹭到了我们唐小姐的裙子上，把她今天晚上颁奖典礼的造型都毁了。就是呀，他还说有一条一模一样的裙子，这可是您旗下的高定，他怎么可能会有？我看呐，就是想找理由接近我们唐小姐，
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粉丝就该下跪道歉。她确实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裙子，不过内衬上绣了她自己的名字，恐怕不能赔给你了。你什么时候成了唐雪曼的粉丝了，陆太太？啊？陆总，她是您太太啊？可是我听见过陆太太的人说，陆太太是名媛千金，贵气逼人，怎么会吃这种垃圾食品？那是奶皮子开心果冰淇淋，才不是什么垃圾食品。原来这就是陆太太，今日有幸一见，果然年轻貌美，和我们陆总甚是相配啊。据闻陆太太是林家千金，林先生教女有方啊。误臣一笑，生死难料啊！在我的商场欺负我的太太，都是我们不好，陆太太，你原谅我们吧。陆总，他们也是怕影响我颁奖晚会的表现嘛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别再怪他们了呗。早听说你们夫妻是联姻，没有感情，我可是当铺流量发，多少男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我就不信拿不下陆晨。既然你也怕影响颁奖晚会，那你就不用参加了。陆总，可是我已经是内定的影后了呀，我还是陆氏集团的代言人，你……合约取消，你们几个解约。影后没了，代言也没了，失去了陆氏的机会，我在公司眼里就彻底没价值了。有了。喂，给我找几个狗仔。完了完了，肯定嫌我给他丢人了。离婚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少分我财产啊？过来。最近遇到什么事了？啊？你最近的状态很不对，作为丈夫，我有义务照顾你的情绪。你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，随时都可以跟我说。你是我的太太，我可以为你解决一切麻烦，包括林家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然有扑到他怀里痛呼的冲动。难道是年少男的父爱？你有5分钟可以说出你的烦恼。我可是京城第一豪门太太，我能有什么烦恼？哎呀，你去忙吧。行，你有事的话，随时打我私人号码。送太太回家。林家的事情你查得怎么样了？还没有，太太一回家跟林夫人和林先生说了几句话就走了，不太好查。虽然林家是她的娘家，但林太太跟林先生对太太非常严厉。当初太太还没出阁的时候，经常罚跪祠堂，抄家规，有时候还体罚，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当初联姻的时候，记得拿给您看过，可您没看啊，说太忙了，还说既然有联姻，是林家女儿就行。尽快查。对了，给我约林天祥喝茶。是。陆总，等一下，是有关陆太太的事。关于我太太什么事情？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不该对陆太太不敬，我想找个机会再见她一面，跟她道个歉。不必了。唐雪曼，抱歉，陆总，我没站稳，抱歉。等外界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你会爱上我。这个，离婚的时候都给他带走。哼！
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产的，不带走可惜了。哼，把你也带走吧。怎么办啊？太太这么爱先生，看到一定会难过的。聊什么呢？干活去。王妈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什么了，太太，你先休息一下，饭马上就好了。肯定有事。哇，怪不得陆氏集团刚刚取消了我女神的代言，原来是为了避嫌。唐雪曼连今晚颁奖典礼也推出了，看来是要淡出大众视野做太太了。喂，你给我滚回来！欢迎陆总百忙之中参加典礼。来这边请。好。陆总，讲两句吧。说两句。好，陆总，出事了，怎么回事？太太被叫回林家了。去林家。哎，陆总，大家稍安勿躁，陆总马上回来。呀，这谁呀？这不是陆夫人吗？爸爸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连男人都看不住，还指望你给舒瑶铺好路？可你，哼！现在外面人全都笑我们林家，像你这样的废物，对我们林家无用的东西就该打。林天祥，告诉你，舒瑶才是陆家真正的太太，你只不过是在她没回来之前，提前让你去陆家暖床替身罢了。给我往死里打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事吧？他怎么会有事呢？他没事的。你说是吧，你啊？林先生，我在跟我太太说话，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却要你大动肝火，不惜对她用鞭子？我是听说她不得您欢心，总是惹你生气，我这是在教育她呢。不得我欢心？哼，是我打电话跟你说的，还是你躲在我们陆家桌子底下听到的？没有，看来是误会了。还有，刚才我进门的时候，听到你说什么暖床替身，是什么意思？这舒瑶这个样子还不符合嫁进陆家的条件，现在不是介绍舒瑶给陆晨的时候。肯定是您听错了，我这当父亲的怎么会这么说女儿呢？你的意思是我耳朵聋了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确实听错了。我带你回家。替太太拿包。是。爸爸，他就是陆晨，我要联姻的对象。没错，他就是陆晨。你是我的亲女儿，你可别让爸爸失望。哦，对了，去把那几首曲子再练几遍。可是我手都肿了，能不能？我练，我马上就去。灵物，在过去的20年，
也试过的这种日子吗？你能不能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走？不能。出轨的是他，他还生气了，这时候提离婚是不是可以多分点钱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陆总，饶命啊，陆总！说吧。我说，陆太太，照片是我找狗仔拍的，我跟陆总真的没什么，我就是奖项被夺走了，气不过才自导自演的，你不要生气，就饶了我吧。啊，我没生气。作为一名合格的太太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得生气一下？我也不是不生气，只是我这个人呢比较识大体，万一被狗仔拍到我发脾气，以为我们夫妻之间感情不和呢，那影响陆氏股价该怎么办嘛？想这么周到啊，那我得替陆氏集团所有人谢谢你了。先生，唐雪曼怎么处理啊？赶出娱乐圈。啊！从此以后，不要让我在任何媒体上看到。是。不要，陆总。我跟唐雪曼真的没什么。你应该把你在林家所受的委屈早点告诉我的。其实你只要多看我一眼，就应该知道我在林家过的什么日子。你今天在林家维护我，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？但其实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所受的所有苦，都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因为那可笑的一纸婚约，我也许会在孤儿院快乐的长大，也许会被一对平凡的夫妇收养。我不会来到林家这个牢笼，成为一个可笑的联姻工具。平时跟他说什么，他只会点头答应，从不关心我出差这段时间他到底是怎么了。你说的话我不太懂，不过你今天受的委屈确实是因为我。这是我出差的时候给你拍下来的，比较适合你啊。这算什么？道歉礼物？这是英国女王戴过的。那我收下了，谢谢啊。我因为陆晨遭了这么多罪，这条项链是他该给的。虽然还有1个月就要离婚了，礼物该收还是得收啊，别跟钱过不去。喂，妈。你带上灵物来我家一趟。好。去我妈家一趟吧。婆婆，喝茶。网上的新闻是怎么回事？陆晨，你出轨了？妈，您误会了。你已经娶了灵物，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就不要沾染。我们陆家祖祖辈辈都是正经人，可没有背叛妻子的先例。还有你，不要整天插花泡茶的，年纪轻轻死气沉沉。3个月之内，如果你们还没有怀孕的消息，就不要回来见我。妈，怀孕的事我不急，您催也没用。你都30了还不急？好，3个月之内，压力给到林舒扬呀。奇怪，以前每次训斥他，他都急着道歉，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。今天是怎么了？总之怀孕的事在意吧，我先上楼打个电话。哎，像块木头一样，我跟你在一起都老了10岁。我就再忍你们母子1个月。哟，这不是那不会下蛋的母鸡吗？哼，
你婆婆和陆晨呢？这个姑妈从我嫁进陆家起就没少欺负我，不敢得罪他们，还收拾不了你。陆晨都出轨了，你还有脸在这吃蛋糕？姑妈呀，这姑父在外面养了3个情妇，9个私生子，看你这身材也没少吃。来一口吧。你什么你啊？我老公出轨的消息刚上热搜，你就过来闹事，一天不找事你闹心是不是？烦死了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反了你！我作为你长辈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你这个没规矩的死丫头！你还敢打人呢？哎呦，林雾，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！我打的就是你，打你怎么了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再敢碰我一下，我让你把医保卡余额全部花光！还是喜欢我自己没素质的样子。完了，他会不会连夜去林家告状啊？小姑子，你看你那个儿媳妇，她造反了，她居然敢跟我动手！你今天啊，好好教训教训她。你看，你跟小贝置什么气呀？这么晚了，要不回家吃饭吧？我就不送你了啊。送客，陆太太，您这边请。姑妈再见。儿媳妇儿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我还以为你是块木头呢。打得好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能不能帮我个忙呗？啊，下周拍卖会，我的仇人李太太也在，我每次吵架都吵不赢她。到时候我带你去，你给我撑腰，怎么样？这不好吧？这拍卖会上看中什么随便挑，我买单。好的，婆婆。叫妈。OK， 妈妈。OK。还是得多搞点钱，这也不够高质量养老啊。你不回屋睡吗？我就在这儿睡啊。啊？你不睡觉？睡啊，睡就睡，反正是合法的。这周已经3次了，这么直白的拒绝，是不是又不懂人情世故了？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太累了，不是拒绝你。我是要关灯了。啊？难道你想？我不想，我什么都没想。那就睡觉，晚安。晚安。哇，他故意的吧？我从来没问过他，这些伤是哪儿来的。他竟然受过这么多苦。林天祥为什么这么对他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这辈子所受的所有苦，都是因为你。因为我。先生，这是您的未婚妻林雾小姐的全部资料，您要看看吗？不了。林天祥的做事风格我一向不喜欢，如果他的女儿安分守己，我一定会给足他陆太太的体面。
其他的就不要肖想了。至于了解他，我不感兴趣。是。平均1年进2次医院，还被林天祥打骨折过，手指常年练气，一块好皮都没有。沈安，陆总，以后林家人联系太太，务必要通知我。不许太太一个人单独见林天祥。还有，查一下林天祥和林雾的关系。关系？你不觉得林雾不像林家人吗？是。太太，你醒了？你怎么都不叫我？睡那么久，都下午了。先生说让你好好休息，不让我叫您。我还是第一次看您睡这么香呢。看来有先生在身边，你的睡眠真的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先生说晚上带你去参加朋友聚会，我帮你换衣服吧。朋友聚会？他的私生活我很少参与，今天怎么了？好。炸弹。要不起，不要。先生，您的酒。陆少，今天怎么把小娇妻也带来了？怕他闷。哟，看不出来13亿少女的梦竟然这么体贴太太。不过，陆太太好像不是很喜欢这里啊。不是很喜欢来这里吗？你也不想想，陆太太可是京城第1名媛，平时都是喜欢包包、珠宝什么的，怎么可能喜欢打台球呢？打得好啊，会长，打得不错呀。陆太太，要不要试试？打得好啊，会长。陆太太，要不要试试？我啊，不了，你们玩吧。这个李慧珍仗着是陆晨的发小，过去3年暗地里没少对我阴阳怪气。我为了维持体面，对他忍气吞声，还有1个月就要离婚了，没必要闹得大家不无怕。不好意思啊，忘了你不会了。这有什么？就不会打台球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必备生存技能嘛。可是陆晨哥哥喜欢啊，你做了他3年妻子还不会，难怪他对你这么冷漠。李小姐，这对我们夫妻十分的关注啊。哎呀，我劝你平常啊，还是把心思用在自己身上吧啊。本科6年都没有毕业呢。你爸妈知道这不生气吗？惹他们不开心呢。哎，干嘛？别走啊，玩一局。我真不感兴趣啊。是不感兴趣还是怕丢人呀？你要是怕丢人，可以求我呀，我考虑放你一马。我教你。不用了。陆晨哥，你就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。全京市的人都知道他呆板又无趣，又怎么会学得会呢？李慧珍，你再敢对我太太无礼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陆晨哥，
我是替你不值啊！像她这么无趣的女人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真是给你脸了。行，我跟你赌。说吧，你要赌什么呀？你说赌什么，我都可以啊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嗯。哎呀，我听说李家在赤道附近拍下了一个小岛，那环境甚是不错呀。要是我赢了，你把岛给我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那要是你输了呢？我不会输的。林雾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陆太太，你怕是不知道吧？慧珍从小就喜欢台球，她老师可是9球天后马小玲，你怎么赢得了她？都说全职太太天真的可怕，看来是真的。你怕是连球杆都拿不稳吧？够了。陆成哥，你不要怪林雾嘛，他不知道我这么厉害，想要从我这儿占点便宜，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我是说你们几个够了。既然我太太想跟你赌，那我就出点彩头陪她玩好了。嘉禾国际的房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嘉禾国际，那可是市中心一整栋楼啊，一套房就价值1个亿，一整栋得多少钱啊？陆少，你这一栋楼能换10座岛，这赌的也太大了吧？难得我太太有兴致。李小姐，这个赌局你满意吗？陆成哥都不心疼，我白得一栋楼，当然求之不得了。他这么支持我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太太不会打球，我教她如何开球，你没意见吧？我没意见，她就算是学会了，也比不了我。跟我来。愣着干什么？开球啊！来，我教你。看见那颗白色的球了吗？然后什么？一杆进了3个球！你会打球吗？运气好罢了。我这球进了，是不是该继续打？没错。哎呀，这球都进去了，我是不是赢了呀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李小姐。哎，这李小姐什么时候把小岛过户给我呀？你装的！李小姐，愿赌服输。明天我会安排助理跟你对接小岛过户的事。告辞。小心！抱歉，陆先生、陆太太。奇怪，虽然我和他是夫妻，但最近怎么总感觉一靠近他就心跳加快呢？我是你丈夫，你躲什么？这是公共场合，邻家家规，在公共场合要注意举止得体。
现在不是林家大小姐，你是我陆晨的太太，陆家家规，不娶无事丈夫。有这么一条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是陆家家主，我说有就有。陆家家主大人，我现在能回家了吗？累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打台球的？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？我早就会了，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有了小岛，离婚后我就可以去赤道上当岛民晒太阳了。我的小岛，嘿。我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我的妻子。看你干什么好事！哎呀，你打孩子干什么呀？不就是输给林武一座小岛吗？咱们李家又不是赔不起。这蠢妇，你懂什么啊你？那林武是谁呀？啊，那可是陆太太呀！你女儿当众去挑衅了，那就是等于打陆晨的脸了。你去问问，整个京师有谁是敢得罪陆家的？陆太太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等他们离婚了，我看她怎么生气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幕？陆晨哥根本就不爱林武，他们迟早会离婚的。哼，我还以为你是拿捏了陆晨的心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少给我胡说八道，要不然小心我打断你的腿！哼！哎呦，乖女儿，你就别生气了啊。商场里来了好多新款，你去散散心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到时候啊，妈给你报销，怎么样？好。小姐，你都开了3个小时了，要是不买东西，就别浪费我时间好吗？妈妈，我一定要穿这么高的鞋去逛商场吗？教过你的规矩都忘了吗？怎么这么小家子气？你要知道，越美的东西越不舒服，你应该尽早适应才好。学东西太慢，你爸爸已经很不满了，你也想挨揍吗？不想不想，教过你多少次，要头的时候耳环不要跟着晃。拿着。到商场去逛逛，好好看看别的名媛千金都是怎么做的。是。那这个裙子多少钱？1928300，这么贵？100多万的裙子都嫌贵，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多的客人？李小姐，你是哪家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在你学会规矩之前，你的身份不要对外公布，记住了吗？嗯。说话呀！你是哪家的？哎呀，李小姐，你就别逼问他了。您看他这副小家子气的样子，说不定是哪家的私生女。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啊！陆太太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您想要什么，我们送到您家里就好了呀。VIP 室给您准备好了，您这边请。不必了，以后你们店我都不会再来了。为什么，陆太太？您可是我们的大客户，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得罪您了？您说，我们一定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因为这个私生女？我马上叫保安把她赶走，把她站过的地方、摸过的东西全部消毒。您稍等啊。林武，你是故意羞辱我吗？谁说她是私生女了？你说的，还是你说的？陆太太，您认识她？是我孤陋寡闻，京城的千金太太我都服务过，可我没见过这个呀。看来您家对亲女儿也不过如此，这么久都不屑于承认她的存在。我都不知道咱们品牌的门槛这么高啊！啊，竟然排查起客人的身份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陆太太，我们的店员哪里让你不高兴了吗？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他了。
陆太太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李小姐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滚滚滚滚滚！陆家是我们店最大的客户，你敢得罪陆家人，以后别在这个道上混了，滚！还有你，这一个小岛不够你赔的是吧？还敢在我面前乱晃悠呢？林雾，别得意，我们李家不是那种小门小户，迟早让我抓住你的把柄收拾你。哼，收拾你！你等一下。林雾，别以为你帮了我，我就会把陆家太太的位置让给你。我才是林家的亲女儿，你只不过是为了联姻收养来的孤儿罢了。什么？林雾不是林家小姐？你的苦难不是我造成的，没必要对我这么大的敌意吧？陆家太太这个位置你想要，随时都可以让给你啊。这家咖啡很好喝，账已经结过了。哎，等等，今天的事你能不能别说出去？我才没那么八卦呢。原来你才是林家真千金呀！你怎么来了？你都听到了？没错。唉，你真是可怜，眼看着林雾霸占着陆太太的位置，而你呢，出来逛个街还会被店员欺负。你别说了，陆晨可是京城首富，所有女生都想当陆太太。如果他要是霸占着位置不让，你怎么办？我……明天有一个拍卖会，京市所有的富豪都会参加。你把这个下到他的酒里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我保证让陆晨跟他离婚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在帮你啊。林家家教森严，难道你不想早点结婚，摆脱林家？先生，我们在林家的眼线查到，林家藏了一个女孩子，年纪跟夫人差不多。她被困在祠堂里，整天学规矩。林家人把她瞒得密不透风，不知道背地里在做什么打算。还不是为了联姻？也不知道林天祥这一次算计的又是哪家少爷？先生最近是怎么了？这么关注林家，还亲自接太太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巧，我专程过来接你。今天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你赢的小岛已经过户好了，给你。哇，拖尾沙滩，好多椰子树啊，还有泻湖呢，我到时候可以潜水。啊，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岛。这么喜欢啊？想好跟谁一块去了吗？当然想好了，我到时候带一只大金毛，还有3只奶牛猫，1只可达鸭，到时候一起带过去度假。行了，你还是闭嘴吧。怎么又生气？哎，那有卖糖葫芦的，他们家糖葫芦可好吃了，你等我一会儿。还知道给我带一个，虽然我不吃甜食，但也不好拒绝他吧。沈助理给你一个。哦，好，谢谢太太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又酸又甜，糖的刚刚好。这么喜欢吃，那下个月你的工资
就给你换成一车的糖葫芦，怎么样？先生，专心开车。是。又怎么了？又是谷家爹了？先生、太太，老夫人回来了。母亲回来了。每次母亲来都会挑些小毛病来找林屋的麻烦，这次又是为了什么？你又惹妈不高兴了？我哪有那闲工夫啊？怎么才回来？外面冷吧？我给你们端了鸽子汤。王妈，去把鸽子汤端出来。妈，我饿了。哎呀，走开，没你啥事儿。等会儿鸽子汤啊，一定要多喝点，加了川贝母，对嗓子好。好。明天就是拍卖会了，你准备好帮我吵架没有 ？OK， 妈妈。哎呀，靠谱！你俩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要你管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走，儿媳妇儿，我给你准备了几条限量款的裙子，一起去试试。好啊，快快快！明天有一个拍卖会，京市所有的富豪都会参加。你把这个下到他的酒里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我保证让陆晨跟他离婚。我真的要给林无3年。林书瑶，这个死丫头！爸妈，哥哥。哼，我问你，你在商场都干了些什么？我什么我？逛了3个小时，什么东西都没买，被一个小店员指着鼻子骂，我们林家的脸全都被你丢尽了。您都知道了，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了。看着爸爸妈妈对我失望，他一定很开心。怎么，你还想瞒着我吗？教了你这么长时间，一点进展都没有，我还怎么指望你为我们林家换资源？换资源？可是我跟林武不一样，我是你们的亲女儿。哼，你还不如林武那个废物，他能给我钱，你能做到吗？可是……闭嘴！你还敢跟你哥哥顶嘴？我告诉你啊，还有10天的时间，10天里如果你学不好规矩，别怪我翻脸无情！哼，没用的东西！林家家教森严，难道你不想早点结婚，摆脱林家？林武，是你陷害我，你可不要怪我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。陆夫人、陆太太别来无恙啊！陆夫人好福气呀，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儿媳妇。谢谢太太夸奖，我婆婆在家总夸你们。凭什么你可以站在聚光灯下，而我只能像个小丑一样躲在角落？爸爸妈妈眼看就要放弃了，等你和陆晨离婚，我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今天这个拍卖会啊，陆夫人果然是好福气呀！你看看你这儿媳妇的肚子呀，一马平川，那是比 T 台上模特身材都还要好。这结婚都3年多了，都没有好消息。不知道你们陆家是不是要断子绝孙呢？要我说，你这眼光30年都没变，净喜欢这中看不中用的。要是早选上我们慧珍啊，那也不至于一个孙子都抱不上吧？你儿媳妇儿上！你看什么看？我又没说错。我看你怎么了，李太太？这一早上出门是把开塞露当口红用的，怎么一张嘴满嘴喷粪，臭死了呀！还有啊，我生不成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还等着你投胎给我当儿子呢，那
你不死我怎么生啊，林太太？这林武可是京师第一名媛，怎么这么说话？被鬼上身了吗？陆夫人也不管管。你什么你呀？你爸妈的3分钟干点什么不好呀？偏偏把你给生下来。哎呀，怪不得招人嫌呢。他们都说你。你说什么？谁？他们都说什么了？他们都说……妈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疯了。妈，你消消气啊。陆氏集团第4季度营业额环比增长80%。林武有危险，这些你们自己决定，明天跟我汇报。哎，陆总，一会儿还要去会议啊。妈，你消消气啊。我是不是过分了？妈不会生气吧？陆夫人，你也不管管你这儿媳妇，太目中无人了。你们陆家可是100年世家，竟然教出这种儿媳妇。你说对了，我们陆家奋斗100年，有了今天的地位，就是为了目中无人。怎么样？儿媳妇儿骂得好，等会儿看上什么随便拍，妈妈给你点天灯。点天灯。哎呀，妈妈真好，谢谢妈妈。哎，妈，你觉得我刚刚的发挥有没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？我的感情还可以再丰富一些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再骂呀就出人命了。爷爷，你再看看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仇人，我一块把你骂了。这钱我拿着心里不踏实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儿媳妇儿啊真好。来，宝贝媳妇儿，辛苦了，喝点东西润润嗓。哎，确实有点渴。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林武。儿媳妇儿，怎么了？我先去趟洗手间，有点晕嘛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京市首富太太的滋味，你想不想尝尝？想，当然想了。林武，过了今晚，你在京市就再也待不下去了。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林武呢？他不舒服，去洗手间了。不舒服？嗯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陆程哥哥，拍卖会马上开始了。放开！我又不是来参加拍卖会的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林武来的，马上就能见到他。你说什么？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莅临今晚的拍卖会。下面为大家展出的是今晚的第一件拍品，100年前英国皇室玛格丽特公主所佩戴的红宝石项链。这林武肯定喜欢，还想来送他。请看拍品简介。请看拍品简介。啊，哦，这怎么？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呀？不知道。伯母，这就是你刚刚在夸的儿媳妇儿，现在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李慧珍，你要不再看看大屏幕呢？慧珍，你妈妈。什么？妈！这李太太平时嚣张跋扈的，没想到背地里玩得这么嗨。你干什么，李慧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在哪儿啊？天哪！哎呀，这是李慧珍，你妈妈，你们家怎么这么乱？离他远点，脏死了！赶紧把这个给关了！伯母，你敢耍我？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慧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去喝了1杯酒，这就不会是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李夫人，
陆成哥，林雾要害我吗？他要害我吗？贱人，戴绿帽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老公，是有人要害我。妈的，在这么多权贵面前丢尽老子脸面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都是误会，你别打了。是林雾，是他干的。李慧珍，你可不要污蔑我儿媳妇，这么多人都看着，说话要讲证据。陆成哥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他干的，就是他干的。李慧珍，你要是再敢污蔑我太太，我不介意取消陆氏和李家的一切商业往来。啊！放肆！还在这胡说八道！陆太太可是京市第1名媛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？啊，陆先生、陆太太，咱家这点破事，让你们2位见笑了。陆先生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因为这点破事影响到咱家之间的感情嘛，是不是？都是我的错。其实，是我和李小姐打了个赌，就赢了你们家一座小岛。你胡说！这一切都是你捣的鬼！还敢胡说！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，他根本不是林家千金，他就是一个野种，他就是一个冒牌货。李慧珍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陆家与林家指腹为婚，我儿媳妇怎么可能不是林家千金？就是啊，林太太是我们京琛看着长大的，怎么可能是野种？你是不是昏了头啊？啊！把李家人都请出去。来人！哎，不要！还不给陆太太道歉！我不道歉，我凭什么要道歉？她根本就不是林家千金，她不配做陆太太。林家已经找回了真的千金，她叫林书瑶。陆成哥哥，你不是手眼通天吗？你去查呀！林书瑶早就进了林家，在林家学规矩，就是为了嫁给你，把林雾换回来。这一切都是林雾搞的鬼，她根本就不配做陆太太。这李小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难道是真的？林家夫妇对林雾一直很苛刻，如果不是亲生女儿的话，那么这一切都能说得通了。如果提前暴露身份，林家人会杀了我泄愤的。李慧珍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和外人说的话吗？好，你不信，我把林家少爷叫来，他可以作证。林川，林琛，你说林雾根本不是林家千金，对不对？爸妈，我已经在这跪了3天3夜了，能不能让我先起来？我再也不敢跟哥哥顶嘴了。你不要以为自己马上要嫁进陆家，就可以不听我们的。你哥哥才是陆家继承人，你就是个赔钱货，永远都不许忤逆你哥哥，否则我就打死你，记住了吗？我知道了。林琛，你说呀，她根本就不是你妹妹，你说话呀！你今天特意把我叫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林雾她当然是我的亲妹妹。你胡说，她就是你们家为了联姻抱回来的孤儿。李慧珍，你脑袋是不是有病啊？今天在场的叔叔阿姨都是京市的豪门，他们打小是看着林雾在我们家长大，我妈怀孕的照片我现在都还有。你说林雾不是我们家的人，你是躲我家衣柜了吗？
我还有事儿，告辞。够了，李慧珍，我看在两家交情的份上，对你多番忍让，而你却得寸进尺。从今天开始，李家也不用在京市继续做生意了。不要啊，陆总，不要！都是他的错，他的错，大不了跟他断绝父女关系，还不行吗？爸，不要叫我爸！我们李家都被你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还不赶快向陆太道歉啊！我凭什么要道歉？我比林雾更早认识陆晨哥哥，论家世，我们在京师是3大豪门之一。论长相，我也不比他差，凭什么我不能嫁给陆晨哥哥？我们李家都被你这张破嘴给害死了！我们走吧。敢伤我儿媳妇，把她的手给我废了！来人！不要，妈妈，妈妈！儿媳妇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妈。啊，我们走吧。快点啊！都等得我花儿都谢了。今天的事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林琛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说的是李家。李家那不是吃错药了吗？吃错药？不然嘞，还有什么解释啊？今天的场地是陆家的产业，我随时可以调取监控。我们是夫妻，你如果瞒着我，我帮不了你。是我做的。你，李太太是被人下了药，她竟然承认是她做的，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明白她了？她不该是一直彬彬有礼、墨守成规吗？今天丢人的是李家，并不影响你啊。如果说在外面厮混的人是我，那被人笑话戴绿帽子的人可就是你了。唉，你的婚姻呢，影响了股价。你是陆氏的掌舵人，你应该对你的家族、你的员工、你的股民负责。那你呢？啊？我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需要对你负责。还是不肯说吗？江湖上的事你少打听。天哪，我都输了。凌晨出现的时候，你那么紧张， 3带1，明明心里怕的要死，却不肯跟我说，我们就那么不熟吗？先生这是怎么了？明明来宴会厅的路上那么大心太太，现在却……看什么看？专心开车。啊，还有你，别玩了。少管我，你管他还管我？我说不许玩了。输了吧？又菜又爱玩。我没金币了。还有暴力倾向。哎，想赢吗？想赢吗？你会玩？那你能帮我赢更多的金币吗？手机给我吧。你想赢多少金币？我赢多少都可以吗？你有这么厉害吗？10万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喂，给我的账号转10万金币，不，转100万，然后把等级升到最高，
账号名字叫性感飞天母蟑螂。你说帮我的忙就帮这个忙，你就说帮没帮吧。真有100万金币啊！我现在是全服务区第1，哎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么多？这个游戏是陆家的产业，我就说呢。适用年龄10岁以上。不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现在的心情应该好一点了吧？出了今天这么多事儿，不知道林书瑶怎么了？来，宝贝媳妇儿，辛苦了，喝点东西润润嗓。确实有点渴。这是什么眼神？糟了，酒里有东西。哎呦，不行了，吐干净了吧？放心吧，你喝的那杯酒没有下药。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李慧珍让你给我下药的？是，我问你，昨天商场的事情是不是你跟我爸爸妈妈说的？怎么可能啊！如果有可能，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们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你爸妈不好的意思，当然，我也不是说他们很好的意思。行了，我就知道不是你，是李慧珍那个泼妇。她为了让我给你下药，故意让我恨你。虽然我讨厌你，可是我不想用这种手段赢你。谢谢你啊，小妹妹。别搞得我跟你很熟似的，我才是林家的千金，我会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的。好，那你加油啊！不过李慧珍怎么办？她骄横跋扈，知道你没有对我下药，一定会对付你的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药呢？哦，这个就是被下了药的水。扔了它。我先把水扔了，然后送你从后门出去。小贱蹄子！哼，今天骂我不是骂的挺欢的吗？现在要去干什么？快走啊！你是谁？谁都不能走！不是我发现你这女的吧？了不起！这水怎么了？我偏要喝。不是姐，哎，姐，我，你过来，把这个可疑的人给我带走。救我！爸妈妈不知道我今天出来。啊！别过来啊！别动他，给我站那，站那别动啊！别过来！跟你说，你别过来！在哪？在哪？快走！别看了！在哪？哎，今天发生这么多事，林书瑶恐怕有危险，我得回家看看。停车！哦，我要去买糖葫芦，你们先回家吧。哎，喂，陆总，您就放心太太一个人去买糖葫芦啊？你以为她真的是去买糖葫芦啊？跟着她。是。林书瑶，林书瑶，嚷嚷什么呢？哟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林家千金吗？哥哥今天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
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你不是帮我，是帮你们林家。林家已经明确表示过，现在不能坦白他的身份。如果提前暴露了，以陆晨的脾气，会做出什么事来？林家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你少他妈在这威胁我！我们林家家大业大，对付你个野种，比捏死一只蚂蚁都还容易。林家倒了，你以为你能活？拿钱！什么钱？少他妈在这跟我装！我今天帮了你，让你多当几天陆太太，你要多赚多少钱？给我5000万，我要投资。没钱。没钱？没钱问陆晨要啊！人家堂堂的陆氏集团总裁，多的是钱。哎，你当他是冤大头吗？怎么，还心疼起他的钱来了？你还真当自己是一辈子的陆太太吗？行，你不给，等林书瑶嫁进去之后，我问她要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等林书瑶嫁进陆家之后，我问她要去，她要是不给我就像对付你一样对付她，看看她怎么受得了。去，把老子账结了，再给我打100万。她可是你的亲妹妹，不是你的敛财工具。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已经很可怜了。关我屁事啊！对我来说，林家的女儿都是联姻的工具，在我这儿不都是一样的？干什么？叫你拿钱听不懂是吧？林雾，你个野种，你敢打我？爸妈都没动过我一下，你敢打我？爸妈都没动过我一下，你敢打我？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联姻工具是吗？啊！放手！林雾，爸妈不会放过你的。林雾，林雾，你不要命了？他以前没这个胆子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这死丫头，你把这林氏家规再给我操出10遍！还没认祖宗，就敢偷跑出去，这要是嫁进陆家，那还得了？你说，今天林雾那个贱人做什么出格的事了？他什么也没干。你还敢瞒着我？你哥哥都出头了，林雾差点就暴露了身份。他要是暴露了，我们林家就彻底得罪陆家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舒瑶啊，你是我们亲生的女儿，竟然跟林雾那个野种不一样，你才是陆家真正的太太，可不能一时糊涂毁了自己的前途。爸爸妈妈要我怎么做？李太太被下了药，李家就是因为这件事被陆晨逐出了京师。李先生一气之下下了江湖追杀令，你呢就去跟李先生说，李太太药是林雾下的就可以了。那样，林雾就会死在李家手上，到时候我们再顺理成章把你嫁过去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可是那样什么这个那个的，照着做就是了。告诉你，你要不听我的话，就打死你！爸爸，你明知道把林雾送到李家去，就是让他去送死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我去好好跟陆家说不行吗？我看那个陆晨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你懂什么？陆晨那可是京师黑白通吃的活阎王，这么多年我精心的培养林雾，就是为了让他好好的伺候陆晨，可他却不争气，难道你还让我失望不成？爸，你也知道你培养了林雾这么多年，
难道想眼睁睁的看着他去送死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想做个好人是吧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！死！小姐，得罪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喂呀，是谁呀？这不是陆太太吗？自从上次你从这离开，我就打不通你的电话了，还以为你这么有骨气，再也不回林家，怎么又滚回来了？打不通我的电话？你们给我打过电话吗？装什么傻？来的正好，也不知道你给这个死丫头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死活不肯出卖你。正好你送上门，跟我到李家去请罪。他们要送你去李家送死，那也要打过我再说。那也要打过我再说。都给我滚开！你放开他！你疯了！小妹妹，他们怎么对待我，就会怎么对待你。你要不离开这个家，这辈子都被控制在这儿。你走不走啊？走？走什么走？林舒瑶，你马上就要成为陆家的太太了，放着荣华富贵不要，想走？难道你傻吗？舒瑶，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，留着你联姻也是为了你好，怎么会害你呢？陆太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林舒瑶，爸妈，儿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打成了这个样子？爸，就是他，这个贱人，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上，给我儿子报仇！老公，我还在林武手上呢。那又怎么样？老婆死了可以再娶，儿子才是我林家的根。林天香，你个畜生！别管他，先给我收拾这个丫头，然后把她送到陆家去联姻。联姻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还需要联姻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还需要联姻？是陆总啊，您来了。外面这些下人真是不懂事，您来了也不提前通报一声，我好去迎接您啊。通报了还能看到这出好戏吗？林天祥，你们想对我们太太做什么？真当我们陆家没人了吗？没有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误会。你看，她还威胁我老婆呢，我能把她怎么样啊？林武，你先放手，不要伤到自己。有我在，没人伤害得了你。你受伤了。林天祥，找死！陆总，这是误会，他突然冲进来，我没防备，才打到他的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林天祥，你今天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可是我说，你不是想知道一切吗？说，但你得给我钱，5000万。儿子，别吓着我，关系到林家的未来。什么林家的未来？我才是林家的未来。云雾，你这人不听话就不该坐那个位置。拿钱，我把我知道都告诉你。不许给！不许给！你不要给他钱，我告诉你，免费。林武，闭嘴！你说，我听着。其实，我不是林家的女儿，
是他们夫妻俩为了联姻，把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。真正的千金是林舒瑶。就这事，你没听明白吗？我是说，我不是林家的女儿，所以我们的婚事也就不算数了呀。你是我的合法妻子，什么时候豪门之间的这些破规矩也能凌驾到法律之上？所以这段日子，你的变化是觉得我们之间的婚事不作数了？我变化很大吗？变可爱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之前不是要跟这个女人离婚的吗？林雾恪守本分，我对她没有任何不满，我为什么要离婚？可她是假的，和您有婚约的是我们林家，而不是她呀。她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嫁得上您呢？你说她没有自己的姓氏？是啊，她就是一个弃婴。当时呢，我从孤儿院把她领回来的时候，脏兮兮的，都快要死了。陆总，您看看，舒瑶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身上流着可是我们林家的高贵血统了，只有她才配得上您呐。我无意冒犯一个无辜的女孩，但是林天晓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在我面前上演什么真假千金的戏。你觉得我是狗吗？娶妻还要看血统。陆总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说她没有自己的姓氏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既然你们林家人不要她，那从此以后她就冠我的姓氏。她不是林家人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陆家和林家的所有合作全部取消。啊！不！走，我们回家。等等，没有我爸爸的收拾他，你以为林雾能成为今天的金氏第一名媛吗？收拾？你以为林雾是怎么成为金氏第一名媛的？这么多年，但凡他有行差踏错的时候，不是挨打罚跪，就是抄家规。你看，这么厚的一本家规，林雾怕是已经倒背如流了吧？没有我们林家人替你教导，你有这么懂规矩的老婆吗？我劝你不要再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闭嘴吧！罚抄家规？其实你只要多看我一眼，就应该知道我在林家过的什么日子。我这辈子所受的所有苦，都是因为你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爸爸知道你喜欢听古筝，逼着他学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弹着他，手指头的肉都只剩骨头了。但其实啊，他喜欢的是弹吉他。你作为他的丈夫，还没有我这个当哥哥的了解，你有什么资格替他撑腰？说我们林家虐待他，你对他又好到哪里去？逆子，还不住嘴！这么厚的家规，你抄过多少遍？不记得了。那就罚他们也抄到手指流血为止。你们三个，给我跪在这儿！罚抄你们的破家规，抄到手指流血，骨头露出来为止。什么？陆先生，您饶命啊！这要是抄到手指头都流血，那得抄到什么时候啊？女儿，爸平时最心疼你了，你都帮帮爸爸呀！离我们太太远一点！这么迂腐的下作，我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把祠堂烧了吧！是。不要啊！那可是我们的列祖列宗啊！不要啊！林雾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等一下，你心软了，你心软了。妹妹，你是林家的一份子，
我尊重你的意见。舒瑶啊，你可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呀！没有女性牌位的祠堂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哎呀！灵雾，姐，灵雾，灵雾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我听话，我练情抄家规，我一定会讨陆家少爷欢心的。你别打我！没有林家了，你不会挨打了。你已经很讨陆家少爷欢心了。陆先生，医生，他高烧不退，为什么还不给他用药？太太现在的情况不适合用药，她怀孕了。什么？我们有孩子了。这就是要跟你联姻的林家小姐，我们陆家18代单传。结婚之后，你要努力，尽快让我抱上孙子。她太小了，这么小就做妈妈，我于心不忍。还是让你做妈妈了，辛苦了。她怀孕了用不了药，那烧坏了怎么办？这个只能靠太太的免疫力了。什么？你们竟然没有一种适合孕妇用的药吗？我要你们有什么用？抱歉，陆先生，胚胎正在关键时刻，用药很容易导致胎儿畸形或者流产，我们不能冒险啊。那如果放弃这个孩子呢？什么？陆先生，这可是您的血脉。躺在病床上高烧不退的是我太太，孩子可以再要，而我太太只有一个。现在，立刻想办法为我太太退烧，不用考虑我的孩子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陆晨，你冷静点。妈，我都听到了，林家的事我也听说了，辛苦了医生。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放弃灵雾的。至于孩子，我没有让你放弃灵雾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可是你是不是要尊重一下灵雾的意见？她可是孩子的母亲啊，如果她知道你为了她的健康伤害了孩子，她会不会难过啊？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保护不了。如果医学做不到，那就交给爱吧。什么？你10岁那年被仇家绑架，自己一个人跑了回来，心脏中了一枪，是我上山给你求的佛珠保佑你活了下来。可是你从来不信神佛，从那之后我就把佛珠收了起来。为了他，我愿意再相信一次。妈，帮我照顾好他。先生，你们在这等我。先生，你为了太太上山求助，我不拦你，可你好歹让我为您打伞啊！这么大的雪，你的身体受不住啊！先生，走开！先生，我真的爱你，
轻易，眼神中飘逸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洞悉你的不坚定，配合我颠沛流离，思绪中清晰。开门！开门！朕，佛门清净地，不要大声喧哗。可是门要等到天亮才会开，难道你一直要跪在这冰天雪地里吗？我等到天亮，开门为止。真的懂唯一，过去过不去，在黑夜里，我好想你。求佛祖保佑我的妻儿平安顺遂。退缩很像是你安抚我的神经，只是伤了意，却不接受失去。神，我不是说了让你……陆晨，行，别怪了，已经没事了。灵武，过来呀！我你再也不行。你终于醒了，你真的醒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？我没事啊，就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。在梦里，我迷迷糊糊梦到你喊我，你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宝宝了，所以我才醒，我一定要醒过来。叫地主！抢地主！地主超级加倍，不能加倍，可以3带1。3带1都谢了。我不请自来了，我能坐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坐吧。林家倒了，我也要走了。临走之前来跟你们道别。道别？你去哪啊？回孤儿院啊。哦，你别误会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回孤儿院支教。毕竟孤儿院把我养大，也是时候该回馈孤儿院了。其实我也挺庆幸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的，要是在林家长大的话，说不定就跟林琛一样被养歪了。对了，刚来林家的时候，我对你的那些恶毒的女配的做法，其实是我跟剧里学的。我就知道，我是怕你欺负我，所以我才那样干呢，你可别怪我。总之呢，豪门生活还是不适合我这种人。我要走了，拜拜。你等一下。这是林家之前给我的1000万，我觉得还是拿给你比较好，就当林家给你的补偿了。给你你就拿着，要是我待会儿后悔了，可就晚了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现在已经开始后悔。不就是1000万吗？老公双倍补偿你。真的，谢谢老公。再叫一声。
不叫。再叫一声嘛，叫一声1000万。一声1000万吧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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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。妈，快！放心吧，这个点他不会回来的。不过你要吃快一点，万一他等会儿回来了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哎，好的，妈妈。哦，方便面，我想死你了。再说一遍，陆太太，这是你这个月第3次偷吃垃圾食品。说吧，该怎么惩罚你？我要生了。这如果是你逃避惩罚的手段，那我逃避你个头啊！真的要生了！快！怎么办啊，老婆？叫医生，快点！医生，我疼！我医生还没吃呢。宝宝睡了吗？都睡了。宝宝们太可爱了，你看那个小脸蛋。那我呢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嘘，小点声，别把宝宝们吵醒了。你又是宝宝，你都看了1天的宝宝了，你就不多看看你老公吗？干嘛？你放我下来！宝宝们看着呢。他们又看不懂。走，睡觉去。哎，你还没跟宝宝们说晚安呢。他们也听不懂啊。老公，今天晚上我能跟宝宝们一起睡吗？不可以哦。那我能把宝宝们抱到咱们房间里跟咱们睡吗？没得商量。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没力气了。那这一次换我来喂你。啊！哎，不要！哎，我不要你！干什么呀？我不要！我不要你！让我们说中文哦耶！美女，这腿就这么短。更靠近吧。